我是位观众，欢迎收看 Nice Core 好和弦。你只想买一台真正的硬体合成器，但是觉得它们都超多按钮、超复杂，害怕自己不会用吗？只要上完我们今天的合成器幼幼班，以后你遇到任何合成器都可以快速上手喽。这个里面是由好和弦 nicecore.com 免费的1000秒广告提供给你。如果觉得好和弦的课程有帮助到你，可以考虑购买好和弦最新的280集加强大包装，或加入好和弦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方案，以实际中支持好和弦哦。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，几乎所有的电子乐器呢，都可以被归类成2种类别，一种叫做取样机，就是它里面有预先录好一些声音啊，只是在你按键的时候播出来而已。那另外一种呢，就是叫做合成器，它就是完全从零开始，用很厉害的数学公式直接算出一个声音出来。其实，在2019年的时候啊，好和弦频道就已经出过2部关于合成器的教学影片了。在那2部影片里面呢，我有非常详细的解说合成器的每一个构造的运作原理，甚至把频谱分析图跟示波图都拿出来了。那我推荐你等一下可以回去看看。如果说去年的影片是一个理论课的话呢，那今天的就是实作课了。今天我们就要一起玩一台实体的合成器。那我用来示范的合成器是这台 Arturia 非常漂亮的 Micro Freak。不过就算你是要买别的厂牌、别的型号的合成器，今天的影片的大部分内容都还是适用的哦。一开始好像应该先回答一个问题哦，那就是为什么要买像这样子的实体的合成器啊？电脑啊，或者是 iPad 上面不是有超多超强的合成器 App 可以用吗？我跟你说，实体合成器啊，最不可取代的地方呢，就是手感。不管你电脑上面的合成器软体有多强啊，你都没有办法像这样子用手直接摸到它的控制器，对不对？你用滑鼠操作的话，也不可能像我这样可以同时转2个转钮。这种可以一边直接演奏啊，一边动手即时调整声音的感觉呢，是你用滑鼠跟电脑萤幕是没有办法取代的。那加上有一些合成器的硬体是有一些特别的设计，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，这台合成器的键盘好像怪怪的，它是平的耶，它弹的时候完全不会动。我们待会再介绍它。绝大部分的合成器啊，要发出声音的话呢，都是从一个叫做振荡器的东西开始的。它就是用来产生一个最开始的基础声波啦。那如果用做菜来比喻的话呢，振荡器就很像是原始的食材啦。在大部分的合成器上面呢，振荡器区呢通常都会标示 oscillator 或者是 OSC 或者 VCO。那在这边你看到写这个 digital oscillator 这个区域的这个4个橘色转钮，就是我们的振荡器设定区。在有些比较简单的合成器啊，振荡器通常都只能选择，例如说三角波、方波、锯齿波之类的基础声波，但是今天这台 Micro Freak 呢，它的振荡器可以选择的演算法超级多的。那你用这个第1个转钮就可以选择振荡器的演算法。我们来看看它有什么可以选哦。它有这个基本声波，然后有超级声波、波形表，这个是泛音列的合成，这个 Car Plus String 是那个物理模拟。V Analog 是类比合成器 ，Wave Shaper 这个有点难解释啦。那 FM 合成这个我们以前有做过影片，对不对 ？Formant 也是有点难解释。Chords 是和弦，那这个 Speech 呢是很像人讲话的声音。Model 呢也是一种物理模拟。那 Noise 是噪音。那最后这个 vocoder 也是蛮难解释的，我们以后可以单独做一部影片。以上这些声音合成的演算法，你不用知道它的原理也没有关系，反正它们就是各种可以产生声波的东西就对了啦。总之呢，就是先选一种演算法，然后再用右边这3个转钮来对它做详细的设定。然后你转的时候啊，萤幕还会显示那种很像化学实验的瓶子的图案，就是想要你随便乱转，然后做实验啊。那刚才振荡器产生出来的基本声波呢，就会被送到滤波器里面。那滤波器的功能呢，就是把声波中的其中一些频率拿掉或是加强。那在大部分的合成器上面会标示 filter 或者是 VCF 等等的字样。那在这个合成器中间就是这个 analog filter 这一区。它左边有一个按钮啊，可以让你选滤波器的形态。然后第一个呢是 LPF， 就是 low pass filter， 中文叫做低通滤波器。它的功能呢就是字面上那个意思，让低频率可以通过，但是把高的频率切掉。那你可以用右边这个 cutoff 转钮来控制它高频率切掉的范围。那如果是转到最右边的话呢，就是所有的频率都听得见。那如果越往左边转的话呢，就会有越来越多高频率被切掉，那声音听起来就会越来越闷。听听看哦。假设说你用一个噪音振荡器，再加上 low pass filter 转来转去的话呢，就可以做出一个类似风声或是海浪声的东西。
那跟 LPF 相反呢，就是下面这个 HPF， 也就是 High Pass Filter 高通滤波器，它就是可以留下高频率，然后把低频率切掉的东西啦。那右边 Cut-off 转钮的用法是跟 Low Pass Filter 完全相反啦。如果你转到最左边的话呢，就是全部频率都可以听得到。那越往右边转，就会越来越多的低频率被切掉，那声音就会听起来越来越薄，越来越尖。听听看哦。还有一种滤波器叫做 BPF Band Pass Filter， 它就是刚才两种滤波器的结合，就是低频率跟高频率都切掉，只留下中间频率的滤波器。右边的这个 resonance 转钮啊，是可以让你加强特定一个频率的意思。那如果你把 resonance 开得很大，那在你移动滤波器的时候，就会产生的声音。我直接示范给你看，你就知道了。下一步就是要用一个 envelope 或是中文叫做波峰的东西来设定我们声音的音量变化。那在合成器上面呢，它通常会标示 envelope 或是 EG 或是 amp EG 或是类似的字样啦。那在这台合成器就是右下角这一区，第一个转钮叫做 attack， 是用来设定声音发出来所需的时间。那如果转到最左边的话呢，就表示声音会在一瞬间就发出来。你看我现在这样按，就是声音都很及时就发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把 attack 越往右边转的话呢，你按下键盘的时候，声音就会花越久的时间慢慢渐强出来。再来右边这两个转钮是一组的，这个 decay 跟 sustain 的意思就在说，我的声音发出来之后啊，在 decay 设定的时间长短之后呢，会降低到这个 sustain 设定的这个音量。要注意哦，这个 decay 呢是在设定一个时间长短，那 sustain 呢是在设定一个音量大小。所以如果我想要声音按住啊，就一直持续的话，我就把这个 sustain 转到最右边，那它的音量就会持续在最大声的状态，不会衰退，像是这样子。那如果我想要声音出来之后啊，会衰退到没有声音，那我就把这个 sustain 关到最小，然后用左边那个 decay 的转钮来设定说声音是要慢慢衰退还是一下子就衰退。那如果声音慢慢衰退的话呢，大概就像是这样子。那如果声音是一下子就衰退的话呢，大概就像是这样子。那在这台合成器的 decay 这个转钮也可以同时设定 release， 那个 release 就是在说你放掉琴键之后声音消失所花的时间。那以上这些设定音量变化过程的 attack、decay、sustain、release 这些字啊，常常被合起来简称成 ADSR。那有些合成器就只有把它们显示一个字母而已。刚才说的振荡器啊，还有滤波器，还有音量控制的这个 envelope， 就是合成器最重要的三个东西。但是这三个东西并不是说设定好之后就停在那边不动。我们不只说可以在演奏途中去调整它，你还可以设定说它们跟其他东西的交互作用。你看这个合成器的左上角有一个交互作用表，它就是可以让你设定说某个东西可以影响另外一个东西。我举个例子给你听，你就会懂了。我刚不是说这台琴的键盘是平的，而且不会动，很奇怪吗？它这个键盘的特异功能是啊，它可以侦测你的手指跟键盘接触的面积，并且用它来控制声音。你看这个交互作用表左下角写了一个 press， 这个就是在说我的手指跟键盘接触的面积。那我想要用接触面积来控制什么嘞？例如说我们来控制 pitch 音高好了，那我就把这个游标呢移动到 press 跟 pitch 的交汇点，像这样子。然后我就可以转右边这个转钮来设定说，当我的那个手指接触面积改变的时候，接触面积越大，音高就会越高。听听看哦。而且如果你是弹2个音以上的话呢，每一个音都可以独立控制音高哦。那最后我就要用这台小合成器弹 Chick Corea 的名曲 Spain 给你听。那你等一下听到的所有声音，除了鼓之外呢，全部都是用这台合成器弹的，所以你可以感受一下像这样子的小合成器的用途可以有多广。
以上就是最基础的合成器幼幼班课程。光是知道刚才的事情啊，应该就足够让你拿到新的合成器的时候，不至于说无所适从了啦。啊，当然像是今天这台 Micro Freak 啊，它有很多其他的进阶功能，可以做出各种千变万化的声音。那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话呢，记得要再回去看好和弦去年曾经做过的更详细的合成器课程哦。那在影片最后，还是要感谢赞助这部影片的好和弦会员们：一生贤命音乐工作室、八度音创、韩南度、Pro Style、Room 2 Music 二管音乐，还有 Freddie Young。谢谢你们的赞助，让好和弦可以多活几天哦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考虑购买好和弦的单条到时候是加入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会员，以实际行动支持好和弦，那所有的人都可以继续享受免费且没有广告的音乐课哦。那今天这样的书的观众，谢谢收看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